村小伙从自家的草堆里就能捡来一个漂亮媳妇，这样的美事儿你可曾听说过？故事里的男人叫做狗娃，住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里。自打记事起，他就是一个人，从小没了娘，爹也跑得无影无踪。可怜的娃在村长的照顾和救济下坚强长大。如今狗娃已经是20岁的小伙子了，用卖香蕉攒下的钱买了一头奶牛，能够靠他的奶赚钱补贴生活。生活之余也好歹算有个伴了。狗娃把牛牛当成了家人，给他吃新鲜的草，带他到河里洗澡，悉心照料着他的健康。挤出来的奶村里人都争着买。一天，村长找到狗娃，说他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，别整天老是和牛牛玩，也该想想自己的婚姻大事。狗娃听着还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村长却直接告诉他，明天带你去相亲，对象就是隔壁家一直暗恋狗娃的二凤。狗娃不太愿意，他一直把二凤当作妹妹，没有男女之情。村长生气地离开了。狗娃继续和往常一样忙活清理草堆，忽然一铲子铲出一个女人来，女人躲在草堆里，害怕的瑟瑟发抖，惊恐地望向狗娃。狗娃想拉她出来，女人拼命挣扎，情急之下晕了过去。狗娃十分善良，他把女人抱进屋里，让她在床上躺着，细心地给她包扎伤口，用毛巾轻轻地给她擦拭脸上的灰尘，发现她长得就和画里的神仙姐姐一样。狗娃有些愣住了，他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年轻姑娘，便忍不住帮她理了理头发。没想到姑娘突然醒来，立刻缩到床角，将身体蜷成一团，眼神里透露着害怕。狗娃赶紧解释自己不是坏人，没有恶意。他问起女人的名字和家庭住址，想要送她回家，而女人却始终不说话。我们就称呼她为雅妹。无奈之下，狗娃只能留她在家中过夜，并给她递上刚刚煮好的螃蟹。雅妹看到吃的，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完全不顾螃蟹的壳有多硬。她一定是饿坏了，吃饱后又昏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狗娃刚醒，就发现雅妹正在厨房忙活，她将牛奶和姜汁混合在一起。狗娃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吃法，觉得十分新奇，偷偷地上前喝了一口，觉得真心不错。他笑着夸赞雅妹的手艺，从此家里多了一个漂亮的姑娘。狗娃则自己照常带着牛儿去河边戏水，雅妹总是默默地收拾家务、煮饭做菜。从未感受过家庭温暖的狗娃，一下子爱上了这个不会说话的女人。一天，狗娃发现雅妹的模样有点不对，上前摸了摸她的额头，原来是有些发烧了。狗娃赶紧去村上卫生所给她买药，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村长。村长对狗娃的行为十分不满，他一直想撮合狗娃和二凤，何况这个女人来历不明，怕狗娃被骗。狗娃不相信。这时两人发现牛牛和雅妹都不见了，他吓得赶紧四处去找，难道雅妹真的是骗子吗？着急的狗娃最后在一处山坡上发现雅妹，原来她只是帮忙放牛。就这样，狗娃带着雅妹骑着牛牛伴随着夕阳回家。一天傍晚时，二凤来找狗娃，看见狗娃正和一陌生女人吃饭，气不过的二凤扭头就走。狗娃追上去想给二凤解释，却拦也拦不住。第二天一早，雅妹又消失了，狗娃四处去找，也不见人影。听村里的小孩说雅妹走了，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村长前来安慰，拉着狗娃去二凤家提亲。没想到二凤爹已经安排好新的对象来家里相亲了，而这个人是一个混混大哥。二凤接受了他的追求，准备嫁给他。狗娃的出现显得十分尴尬，他对二凤笑了笑，放下礼物就走了。狗娃又恢复了一个人孤苦无依的生活。另一边，雅妹独自在山间游荡许久，她迷路了，又累又饿，晕倒在地。没想到被村里的小孩子发现了，赶紧找来狗娃，急忙将雅妹送往医院救治。医生告诉狗娃，雅妹本来是会说话的，可能是受了刺激才不愿开口讲话。医生建议狗娃多陪陪雅妹，真正的走入她的世界，说不定哪天就可以重新说话了。狗娃和捡来的身份不明雅妹的事情后，村里面传得沸沸扬扬。为了更好的让雅妹打开心扉，狗娃只好和雅妹出走，带着牛牛，他们来到一处偏僻的湖边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，还搭建起了一座木板屋。狗娃会给雅妹采摘美丽的鲜花，两人吃着山里采来的野菜。狗娃把种来的香蕉拿出去卖，挣到的钱还给雅妹买了漂亮的衣服。雅妹看到狗娃对自己那么好，也十分的感动。湖边的生活平静而温馨，两人的感情也一天天的加深。尽管生活条件简陋，每逢下雨，木板屋还会漏水，可两个人的心靠在一起，他们都没有觉得苦，总是相视而笑。这天，狗娃去送了出嫁的二凤，他希望这个妹妹幸福，还把自己亲手做的牛奶送给他们。独自在家的雅妹一个人划船，想放生小鱼，不小心掉进了湖里，因不会游泳，她
他惊慌地在水中拼命挣扎，幸亏返回的狗娃及时将雅妹救起，而雅妹此刻已经昏迷，狗娃不停地给她做人工呼吸，按压胸腔。雅妹慢慢地醒过来后，奇迹般地开口说话了。雅妹说她自己杀了人，狗娃听到愣住了。原来雅妹名字叫做秀秀，自己经营着一家小吃摊，没想到半夜遇上了一些小流氓。流氓看见雅妹漂亮，想对她进行非礼，雅妹拼死挣扎，不小心用刀子刺中了小流氓，然后倒地不起。雅妹以为小流氓死了，吓得一路逃跑。跑到这个村子的时候，不小心落入水中，险些溺亡。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后，雅妹便说不出话来了。听到了雅妹的痛苦过往和她的身份后，狗娃仍然坚定地牵起她的手来，告诉雅妹不管多久，我也在外面等着你。这对恋人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，两人哭着拥抱在了一起。然后狗娃和雅妹来到派出所自首。没有雅妹的日子，狗娃依旧每天采摘一束漂亮的鲜花放在雅妹的床头，然后痴痴地等待着雅妹的归来。没过几天，一名警察带着雅妹回来了。原来那名小混混因抢救及时并没有死，后来被公安抓了起来，而秀秀是正当防卫无罪释放。雅妹听村长说狗娃还住在小木屋等着自己，于是飞快地冲向了河边的小木屋，看到了狗娃放在自己床头的鲜花，跑到山上终于看到了狗娃，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。好了，电影到此结束。这部国产电影来自沉默的呼喊，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乡村简单纯美的爱情故事。希望每个人所有的相遇都能开花结果，所有的等待都能幸福美满，如同片中结局一样的完美团圆。话说，要是你也捡到一个美女，你会怎样对待她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